在街上奔跑，阳光钻进了外套，快乐慢慢在发酵，温度刚好。报告班长大人，我已准备好，等待奔跑的讯号。上课思维舞蹈，下课释放欢笑，努力是我们不变的骄傲。明天的路无所谓雷雨风暴，永不老的心跳。昂首大步向前，梦想冲破极限，蓝蓝的天，轻轻相约。把新的自己重新翻阅一遍一遍，回忆加速度，青春上演。昂首大步向前，梦想冲破极限，未来世界努力穿越。快遇见另一个童话的情节，成长加速度，青春上演。咔 ，A、B 机给我回放一下。刚才这条素材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声音呢？有没有穿帮？没问题。灯光导演，灯光没问题。 ？OK， 好，过，保留。我表现得怎么样，艾妮姐？你表现的实在太棒了，肖东。我就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件事情？之前的池婉君事件，你还记不记得？他在学校不妥当的拒绝了一个男生后，这个男生被狗仔利用，编造了很多关于他人品不好的谣言，给他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你一个学生偶像，你的形象十分重要。而且我了解过这个叫做雅丽的女生，她的家境非常不错，对你的发展多少会有些帮助。相信我，肖东，严格按照公司给你铺好的路走，整个世界都会在你脚底下。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我当然相信你了，艾妮姐。好了，最近给你安排的通告是不是有点多？我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去休息一下吧。记住，肖东，我们大家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知道。我保证，我和公司所有同仁的时间和精力都会放在你，且只有你身上。徐耀东同学，徐耀东同学，你放心，我这次来找你不是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我是想跟你说，你下场演唱会 VIP 的前2排座位我全都包了，所以我能做你第3粉丝后援会的会长吗？真的太谢谢你了，雅丽同学。但是粉丝这个是……哎，雅丽同学，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破费，我们聊一下后援会的细节吧。哎，这位同学，老师，你好像不是我们10班的吧？哦，我是1班的。是1班的不回1班，在10班干什么呢？没事儿，我这就回去了。老师，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我是谁吧？你也不知道我的产业是什么。我了解你的产业，无非就是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打造廉价的偶像，赚取巨额的利益。我说的没错吧？你可以离开了。好，我现在就走。老师再见。小东，加油！不好意思，老师，我不应该把我的经纪人带到学校来。小东，作为你的老师，我有必要提醒你，你来这里是学习的，不是来唱歌的。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你的学业，这样即使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榨光完你的价值，将你抛弃之后，你至少能够依靠你所学到的知识，立足于社会。好了，我知道了，谢谢老师。回去上课吧。对了，我的新专辑马上就要发了，祝我开工大吉！开工大吉，唱片大卖！
谢谢。怎么啦？最近瓶颈期，我觉得我音乐应该换种风格，既要一鸣惊人，又要符合大众的审美。那可是我的擅长。哼，你确定你擅长的不是一鸣吓人吗？好好笑。不是，好歹也是朋友对吧？我说可以就可以。好了好了，我也可以帮忙。千安万谢都在酒里，啊不，可乐里。是干杯干杯，我要吃。祝我们的西瓜联盟越来越壮大。谁西瓜了？我不想当一个什么水果西瓜。那是肖东同学粉丝的昵称，是不是傻？那我又不是他粉丝呀。我是。好嘞。总之，辛苦二位，开吃。吃，别吃我的肉啊！给你，这边。说到这个一班的何律熙，他真的有好多槽点。我跟我哥跟何律熙是初中的同学。有一天我们两个去洗澡，你猜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了何律熙在澡堂里面拿洗澡水泡泡面，你敢信？我的妈呀！我跟你们说啊，就我们升旗的时候嘛，他不走最前面嘛，然后他那裤子裂开了，然后你猜他内裤什么颜色？是小花色的，还带草莓。一个大男人穿草莓小花了，我的天！我想起来了，我们初中不是一个宿舍的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洗澡。有一天我去洗澡的时候，我看他进了浴室，我说：“哎，你怎么穿着鞋来洗澡啊？”他说：“这样我就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洗鞋。”说到这个鞋，我也想起来了。之前的同学把他的自己的鞋子换成一个女生的鞋，他穿了整整1个月，而且那双鞋子还是粉色的。这都发现不了。他今天怎么没穿那个粉色的鞋啊？卫生检查。哎，对，我还想到一个，有一次我们就在学校里嘛，就有一次我回寝室，就看到他门口瞎放了一个，当时我以为是个鞋，但后来我看见是个袜子，就很黏很硬，就立在那，你敢信吗？就超臭。是他的吗？他今天穿什么袜子？哎，玉玺，你都有袜子男生啊？你这洗袜子了吗？超臭。曲调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的曲子，让人感觉微风拂面，好放松的样子。应该是跟云有关，或者跟海有关。我写完了啊！刚才的词儿这么快？对呀，来，查看。好。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住着一位神秘的高人。你要问他擅长什么，他会悄悄向你发火箭炮，火箭炮，火箭炮，为你实在不算巧。火箭炮，火箭炮，一发送你回老家。火箭炮，火箭炮，为你实在不算巧。火箭炮，火箭炮，一发送你回老家。啊，合适吧？合适个鬼啊！你这写的什么鬼东西啊？我听他的曲子，我只想到这些。你听不听他的曲子，想的也都是这些吧？但我觉得火箭炮还是挺帅气的。哎，不好意思，一不小心进入到火箭炮的世界了。
火箭炮又是什么世界啊？真对你无语了。我们再想想有什么别的主题吧。肖东同学，火箭炮，肖东同学，肖东同学，仔细想想，火箭炮这个主题还蛮有趣的。对吧？我就跟你说了，哎，叶木心，我这还有一首歌，你帮我想想。这个好，交给我。好，我有好多想法，好像是这个也挺好的。哇，这么厉害！对呀，然后我们可以写这个，听说过哆啦 A 梦吗？对啊，然后我们可以加它进去，然后这个。火箭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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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呀踢，1、2、3，3、3、3，1。火箭炮，火箭炮啊！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嘿，先别打扰我的灵感。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咱们俩出去说吧。说吧。在这儿。叶木希同学，你跟肖东同学是好朋友吧？那你也希望他的事业越来越好，对吧？当然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写的歌词好像有点不太合适。没有啊，我觉得挺合适的。你写的那些什么西瓜刀、火箭炮，你不觉得太低龄化了吗？听不懂。就是太幼稚了，跟他的画风完全不一样。幼稚！我跟你说，这是有趣，你知道吗？有趣的歌就要加上很有趣的歌词，才能搭配在一起。有趣吗？我一点也不觉得有趣。你不要把你的审美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要觉得所有人的审美都跟你一样，他会疯狂掉粉的，你知道吗？那你写歌词很好，我写的特别垃圾，对吧？不用解释了。反正你写吧，我刚好不想。你是哪一个写？我有急事。玉溪啊，怎么了，心奈？你觉得我有魅力吗？在你们男生眼中，我是那种受欢迎的女生吗？你觉得我是个可爱的女生吗？新一大人，请你不要这样，你在我心里是偶像呀！你天天撩动我，这样子我会受不了的。你这样让我怎么办？你这样子我的小鹿会乱撞的，新一大人。这座城市的悲伤，在这一刻化作了希望。哎，你觉得我这第2句跟第4句哪个比较好？你看，小颖同学。小颖同学，你说我第2句跟第4句哪个比较好？我觉得后面这个吧，前面那个好像有点不太押韵。有道理。看一下这边。那你写歌词很好，我写的特别垃圾，对吧？
小东同学，我虽然很想帮你写词儿，但是我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去做。什么？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先走了。天轮绕着星光，月亮在你身旁，随着晚风长响。是那朵云哭了，不知为谁在伤心，泪珠般雨散落，是你在为我挡。我以前吧，也不爱交朋友，也不爱跟人沟通。每天我就坐在电脑前，觉得对着电脑就挺开心的。但是有一个人改变了我。谁啊？叶无锡。班长大人。他的出现让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好像跟对着冷冰冰的屏幕不太一样，是有温度的。所以来到10班之后，我跟大家在一起，并且还能跟自己崇拜的人在一起，每天都过得好开心。想你。你在堆什么呀？分。谁的分？我们友情的分种。哎，别那么较真儿嘛。开玩笑，堆土堆呢。不过还是得为之前跟你说的话道歉。没事，小事嘛。那你不生气了？本来就没生气啊，这种小事。好，我们还是好朋友。其实你写的歌挺好听的。摸着自己的良心，不然会被雷劈死的。火箭炮，火箭炮，坦克统统被炸掉。火箭炮，火箭炮，送你上西天。你笑什么？挺难听的。那你来。跟你说，这个歌是要有 feel 的 ，feel it， yeah，OK， 来教你。火箭炮，火箭炮，坦克统统被炸掉，耶！啊，耶！对，对一点，对了，来。火箭炮，火箭炮，坦克统统被炸掉，耶！火箭炮，火箭炮，送你上西天。火箭炮，火箭炮，送你上西天。
哇，弟弟你好棒啊！哎，我才考了70分，你考80分有什么秘诀啊？好棒啊，弟弟！80分，80分，快动啊！恭喜黄奕同学考了80分，下面热烈的掌声送给黄奕。这位先生，需要一份80分的试卷吗？啊，看一看，80分啊！天成，我真的考了80分哦！哎，你看一下嘛，看一下，80分。天成同学，你就看一眼嘛，真的有80分哦。是，石磊同学，你知道我考80分的秘诀是什么吗？不用，我考了97分。我考80分的秘诀就是坚持、努力、刻苦、永不放弃。最重要的是那份心。山西同学，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啊？听，用心去听。80分，80分，80分。黄奕同学考了80分。没错，这是来自心灵的呼唤。哎，山西同学，你听过80分之歌吗？没有啊。我唱给你听。80分又来了，80分又来了，黄奕同学的80分，分。对，这里边可以加一些说话会更好。黄奕同学80分。哎呀，你烦死了，吵死了，出去！吵死！8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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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分。现在开始上课。上课之前我先说一件事啊。上次考试我拿错了试卷，拿成了初1年级的试卷。不过大家考的都还不错，平均分都达到了95分，挺好啊。好，现在开始上课。天轮绕着星光，月亮在你身旁，随着晚风长响。是那朵云哭了，不知为谁在伤心，泪珠般晕。
倾盆大雨，邂逅在迷散地，或者从来未曾相遇，会好过此时在此地想你。低头想，露珠在滴滴答答响，坠落在路旁的水里，映出你的身影。黑板擦在角落，粉尘一直不肯离去，你掉的远